Hello， 大家好，春节回来之后呢，就是一波接着一波新旗舰了啊。去年 K40游戏版外观质感不错，尤其是放在2000以内。但你说游戏性能，确实可以说是游戏的个寂寞，因为游戏表现呢反而不如870的 K40标准版。那么今年 K50系列的首款新机 K50电竞版，它的游戏表现到底如何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好好测一测。K50电竞版正面相比上一代其实变化并不是太大，中置单摄挖孔直屏，整体看上去呢会更加方正些，依然是华星光电的柔性 OLED。经过我们这边的实测，屏幕6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在780尼特，亮度相比去年有提升，但是和 K40呢还有差距。这块屏幕的一个优势就是用了192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对于频闪敏感的用户来说呢非常友好。之前华星光电的 OLED 基本都是高刷和 DC 不可兼得，缺点呢也有，比如说可视角度弱了些，倾斜45度左右，局部呢会出现一些视觉色偏，而且仔细看的话，屏幕四周依然会有一些轻微的偏绿情况，尤其是左侧。色准方面没啥毛病，默认平均色彩偏离值呢是 3.8， 标准模式平均色彩偏离值呢是 1.3， 都做了精准校色。去年 K40游戏版上的优良传统超薄屏幕塑料支架，在今年 K50电竞版上呢变厚了不少，屏幕和中框之间的衔接过短，不是那么的顺滑。侧边呢依然是弹出式肩键，从手感上来说，回弹的效果确实会比去年的 K40游戏版更好些，但同时呢键程也缩短了一点。对于喜欢玩吃鸡类手游的用户来说，这个肩键呢还是能够带来一定的游戏体验提升的。但是 MOBA 类 RGP 类的游戏呢，则是感知不强。背面左上角竖排3摄依然是金属中框加双玻璃的3明治结构，当然作为电竞手架，后盖呢也加入一些电竞元素，比如说摄像头模组呢有内凹的呼吸灯，闪光灯呢依然是闪电形状，镀膜玻璃呢也加入一些特殊的纹理。反正对比其他游戏手机花里胡哨的外观 ，K50电竞版的设计确实更能被大多数用户所接受，即便是不带套，看着呢也不会太张扬。不过今年这个银色版本虽然说是 AG 玻璃后盖，但是沾指纹情况呢会比较明显。而去年白色版本的 K40游戏版则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扬声器位置都在顶部右侧对于手游党来说要给个好评不用担心横卧时被手给挡住。同时呢，也不会像有些手机扬声器在顶部左侧，玩游戏的时候呢需要翻转下手机。实际的扬声器音质效果，大家可以戴上耳机对比一下。满分10分的话，大家会给到几分呢？可以走一波弹幕。既然是电竞版，那么性能环节自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了。而且发布会上，红米呢也表示，这一次 K50电竞版用了业内面积最大的 VC 散热，那么能不能压住卢总口中这个破处理器呢？首先我们来看一波跑分，性能模式下 K50电竞版 Geekbench 5跑分数据呢和小米12 Pro 接近单核呢1200加，多核呢是3600加。但看过我们上期8建议性能横屏的小伙伴也都知道，今年很多8建议旗舰为了控制发热、保证续航，默认到手都是限制了 CPU 的性能的。原本大米以为K50电竞版这方面呢会更开放些，但实际上这个机子默认到手同样大幅限制了处理器的频率，小核最高限制到 1.4G 赫兹，中核最高限制到 2.2G 赫兹，大核呢只有 2.0G 赫兹。用我们修改包名后的 Geekbenchmark 测试呢，单核768，多核呢是3200左右，单核天玑1001水平，多核呢是落于865。当然，因为是1080p 屏幕，同样限制性能的情况下，日常 App 内的流畅度要比小米12 Pro 更强些，但也谈不上好。开启性能模式之后，日常流畅度表现不错这个时候呢 ，Geekbenchmark 测试单核1200加，多核3300加，虽然说跑分呢也不如白名单优化来得高，但比默认好许多大核呢终于是开放跑了。高刷策略上，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来看一下30款常用 App 的锁帧情况。120赫兹模式下，锁帧应用的是8款，3款地图类以及视频类。锁帧名单和小米12 Pro 呢是一致的。游戏方面，先来看一下王者荣耀90帧，默认均衡模式下平均85.1帧。
游戏过程中的帧率并不稳，团战时会掉到78帧左右，后面呢则是会间歇性的锁到60帧，机身最高温度呢大概是39度左右。游戏过程中 CPU 呢基本是靠3个中核来运行，并且最高频率呢锁定在了 1.55GHz， 大核呢是全程打酱油。性能模式下平均呢是 90.9帧，中核大核频率都开放到了 1.6GHz 左右。这个模式下团战场景基本是无压力了，发热依然不高，只有40度左右，整机框呢是4瓦左右。但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均衡模式还是性能模式 ，K50游戏版玩王者荣耀都是强制降分辨率的，并且没有开关可以恢复，关闭抗锯式鼠毛呢大概是900P 左右。但是让大米最不能理解的是，性能模式下，当我们测完15分钟王者荣耀之后，再回到桌面打开其他应用时，发现日常应用的处理器频率也进行了大幅限制。比如微博、淘宝这些，不管你是点击还是滑动，中核大核的频率基本限制在1到 1.4GHz 之间，并不会根据页面的复杂动态调整。这个时候，有些应用内的操作也是各种不流畅，只能放在桌上等一会儿，手机变凉了再打开才恢复正常的调度。但关键是玩王者荣耀本身机身发热也不高顶多就40度。按照这个奇葩的温控设定，要是夏季高温天气，这还咋用啊？原神默认均衡模式下 ，K50电竞版进入游戏呢会直接锁35帧，并且后半段会掉到20帧左右，平均帧率呢是34.5帧。开启性能模式之后，原神平帧率暴涨至57.4帧，帧率确实很强。整机光呢是6.4瓦，机身最高温度呢大概是46度左右。但是一看画质呢，只有568P， 画面很模糊。考虑到原神现在已经是适配88平台，可以正常720P 渲染的，所以说这基本是官方搞的强制降分辨率。所以我们又在游戏中心的 GPU 选项里手动把画质选项从标准调成了高质量，这样原神的分辨率又可以恢复到正常的720P 了。这个模式下平均呢是52.3帧，整机框呢是6.7瓦左右，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7度。总的来说 ，K50电竞版作为一台主打游戏的电竞手机，默认的处理器调度可以说是怂到老奶奶家了。王者、原神默认全部都降分辨率，关键降分辨率之后还锁帧。原神调整设置之后，表现呢虽然说不如865，但是在一些8建议机型里面还算可以。只是王者荣耀这种中低复杂的游戏，还是给你强制降分辨率，真是让人有些看不懂。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正常一轮游戏结束退出之后，机身本身呢就没怎么发热，其他常用 App 内会进一步给你限制 CPU 的性能，导致使用卡顿。感觉米UI现在对于新机的性能释放、温控这块确实保守的有点过了。如果说这是一个常规旗舰，主打2K 屏、拍照轻薄设计等等，那么性能释放弱一点可能大家也能理解，毕竟8建议嘛。但一个主打游戏、宣传高性能的电竞手机，还限制呢，这是干啥呢？当然，除了游戏体验之外 ，K50电竞版其他方面的亮点也是有的，比如说发布会上说的智能马达，从我们这边实际的体验来说，确实非常顶。无论是日常的打字，还是系统适配的质感呢，都非常扎实，算是目前安卓阵营的佼佼者了。因为充电 IC 部分也加入了 VC 液冷这个120瓦双电芯实际的充电速度也是要比小米12 Pro 的120瓦更快，完整充满4700毫安时只要17分钟，15分钟快充充入电量呢是17.56瓦时，甚至要比双电芯的 Mix 4 iQOO 9 Pro 呢更快一丢，在目前3000左右价位算是一个亮点。相机方面 ，K50电竞版主摄呢是 IMX686，这颗传感器也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了。算法层面，自动 HDR、自动夜景啥的都给到位无论是晚上的灯箱高光压制，还是白天拍摄的整体动态范围都要比 K40更强。但毕竟是游戏手机嘛，虽然说 IMX686 4合一呢是1600万像素但是 K50电竞版很多夜景放大看细节总感觉是糊糊的，画面纯净度和降噪都不如1200万像素的 Neo 5。再比如说主摄有自动夜景，但是超广角这个自动模式呢就画质稀烂了，噪点非常多。当然，一般来说，游戏手机的拍照，大家本来就不抱啥高期待，这里我们就不详细展开对比了。续航方面，我们这边实测下来还是不如 K40虽然说电池容量更大，日常调度呢也挺怂的，但是因为8建议的 CPU 能像相比88还烂基本就这样了。Full HD 加4700毫安时，300尼特亮屏需要呢大概在5小时30分的样子，而且这还是王者荣耀降分辨率的情况下，如果说日常开启性能模式，续航呢会进一步下降。简单总结一波，虽然说 K50电竞版从外观到定位都偏向于游戏手机，但是重量和厚度控制的相对合理，外观呢也不像传统手机那么夸张，红外全功能 NFC 也都有，在座机的思路上还是有点偏向于传统的水桶机类型。当然有一些同价位的越级卖点，比如说120瓦充电和震动马达。最尴尬的地方呢，还在于这机子宣传主打电竞游戏性能，并且运用豪华的散热堆料，但实际性能释放一言难尽。8建议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小米怂了一批的这个温控调度、游戏降分辨率、各种降频限制性能等等，导致这一代电竞版依然是电竞了个寂寞。如果真的是拿来玩游戏，2000多的870机型，它不香吗？至少人家王者荣耀稳定90帧，还不降分辨率，温度呢也不高。所以2代红米游戏手机都完美错过了当前安卓阵营最适合玩游戏的手机 SoC 870也是没谁了。
如果说后续 K50 Pro 能够继续保持电竞版的其他规格，核心 SoC 呢换成天玑有线，或者说其他能效更强的处理器，那么理论上游戏体验呢肯定会比现在电竞版更好，日常使用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各种降频。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K50电竞版的全部内容啊。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个3连支持，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